大家好，或许没有多少人留意到，内娱女明星赵丽颖和香港男明星周润发居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首先是出身相似，众所周知，赵丽颖是泥腿子出身，苦孩子长大，中专毕业之后就为了梦想独自闯荡人生，吃了无数的苦头，栽了无数的跟头。而香港影坛的大哥大周润发，童年的记忆居然跟赵丽颖不遑多让。周润发曾经在央视一期开讲了的访谈中，大方的提到说，我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农民，跟着还抵死的加上了一句，不是赵本山那样的农民。于是立马让现场的观众笑成了一片。因为大家都知道，赵本山虽是农民出身，却是个把农村和农民这几个字当成了致富标签的假农民了。而且周润发说这话同样也颇具内涵，也就是说他的骨子里压根就没有忘掉农民的根，农民的本。有意思的是，这个现年66岁的隐形富豪周润发能够甘于农民的身份和生活，居然还跟3、4、5、6这几个数字息息相关，所谓奇人多异事。其次，两位各自拥有7万粉丝的影视巨星，居然都有着极其节俭的传统美德，这或许跟他们同样都是农民孩子的出身以及艰辛成长的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档中餐厅的真人秀电视节目中，本色的赵丽颖算是彻底演活了生活中早已习以为常的疯狂节俭的自己，同样也把配戏的小伙伴们从头到尾都看得目瞪口呆。单单是一个值不了几个钱的小小的清洁布，都要硬性规定用足2天以上。结果这个节目下来，光是收拾后厨的清洁道具就足足收集出来了一大袋子的未来储备。搞笑的是，如果不是因为赵丽颖如此夸张的节俭动作、严格管理的控制成本以及满屏贩卖的焦虑感，中餐厅的可看度和营业额无疑会大打折扣。同样是穷人孩子早当家的周润发，同样也在10岁开始就利用课余时间靠打零工帮补家用了。父亲病重过世之后，他不得不在初中毕业之后便辍学跑社会了，找各种的临时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那时候的发哥几乎干过所有社会最底层的工作，例如搬运工、推销员、服务生、洗车工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因此从小就被生活反复毒打的周润发，即便成名之后也甩不掉那些勤俭持家的老习惯，甚至说15元一双的人字拖都要和老板讨价还价一番，几乎比赵丽颖还赵丽颖。他甚至说过，我从不穿名牌，衣服穿着自己舒服就好了，不是穿给别人看的。这种完全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生活态度和淡定说法，或许让每年2000块钱基本化妆支出的赵丽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当然更会让毒舌金星一直吐血下去。然而偏偏就是这个骨子里满满都是农民基因的周润发，这个貌似孤寒吝啬到了极致的人，却有着宠妻34年的完美婚姻，以及坐拥56亿的豪门身家。66岁的他为了他的粉丝说了一句相当敞亮的智者名言，他说，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人越成长越发现，人生中真正难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如何保持住一颗安宁的心，过着平凡而快乐的生活。于是乎66岁的周润发毫无保留地裸捐了56亿的身家，只是为了简简单单的和心爱的女人续写34年的浪漫爱情。这样的人生您羡慕吗？欢迎您随想闲聊自己独到的爱情和婚姻的领悟。谢谢您的订阅和支持。85花里最有古偶剧观众缘的当属赵丽颖了，她挑剧有眼光，选角不受限，一直在源源不断输出好的作品。陆贞、花千骨、楚乔、琉璃、盛明兰，各种性格的古偶人物被她演得无可挑剔。网友说她的包子脸自带一种被宠溺的特性，她的形象挺适合古偶和甜宠剧。古偶剧是赵丽颖最拿手的类型剧，但她从不被定义。2022年，她勇敢尝试接拍了2部新兴题材正剧《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
下后，已经算成功转型了。所以当剧友们关注到他接拍与奉行这部仙侠剧时，有人吐槽这个剧本已配不上如今的赵丽颖，也有人吐槽赵丽颖已经35岁了，年纪大了，并不适合再演仙侠古偶。但更多的人是对赵丽颖充满期待，她身上有小女孩的俏皮可爱，也有大女人的干练洒脱，还有成熟女人的端庄优雅。她能诠释好很多性格迥异的角色，出演一个仙侠剧的女主，岂不是绰绰有余？这部剧大有不同的是，赵丽颖不只是与奉行的主演，还解锁了幕后监制的新身份。从担任主角到亲自监制，赵丽颖终于强大到可以化身资本来保护自己的剧。更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找来了林更新主演，继2017年《楚乔传》的首次 CP， 时隔5年后两人再次合作，新鲜的星月 CP 二搭，激起了剧迷们沸腾的心，更是圆了他们的心愿。宇文玥终于要被捞出来了。实话实说，绝望的文盲现在依旧是娱乐圈的高热度话题。有意思的是，这个高热度话题似乎距离王一博越来越远了。为什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问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绝望的文盲这个超强延展性的话题，实实在在经不起眼睛雪亮的吃瓜群众各种的挖瓤吃瓜，硬核深扒，包括专心 YouTube 深爬3年的 Zen 问我，蔡徐坤因参加米兰时装周生图上了热搜，不少路人点进词条一脸问号，这个人是谁？没看过他的什么作品啊？热度很高，路人却不认识，不免有些讽刺。蔡徐坤是正装的选秀出身 ，Zenwan 我也聊过他的一支笑爆头的鬼畜视频，曾经让 Zenwan 我差点没笑死。他曾参加偶像练习生这种竞技养成类真人秀节目，最终以第1名的优秀成绩成功出道。可以说他最基本的唱跳能力是过关的，甚至在同批次的练习生中称得上优秀。也因为在这个节目的优异表现，他积累了大量的粉丝，一步步踏上了顶流的宝座。于是乎，节目结束后，他的热度始终不减，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全网的注意，简直就是热搜榜上的常驻嘉宾。然而他的热搜词条都很奇怪，要不就是粉丝在夸他的盛世美颜，要不就是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和作品有关的几乎没有。让人烧脑的是，李宇春、张杰等人也是选秀出道的，后来他们都留下了非常经典的作品，几乎没有不认识他们的网友。而像蔡徐坤这样空有虚高的人气，没有出圈的作品，这样的明星还能叫做顶流吗？在娱乐圈，像蔡徐坤这样没有代表作却很有热度的明星还不少。他的前辈归国四子在国外以爱豆出道，后来回到了国内发展，开创了只有流量没有作品的先河。回国之后的他们以参加综艺为主，偶然也会参演电视剧和电影，结果演技烂得吓人，根本没有用心发展自己的事业，一点点消耗积累的人气。几年过去，顶流的风光不再，在娱乐圈逐渐沉寂了。目前只有张艺兴还时不时活跃在荧幕前，之前和孙红雷出演了《扫黑风暴》，可是他在剧中完全被实力派碾压，观众一看到他就想快进，可见他的演技有多差。张艺兴在音乐创作上也很有野心，我要带领华语走向世界，话说得很霸气，可是他至今没有做出有效的成绩。别说让华语走向世界了，就连国内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没听过他的作品。情况类似的还有华晨宇，莫名其妙就火了，被粉丝捧上了神坛。他们到处宣传自己喜欢的哥哥实力有多强，称他是乐坛新生代的领航人，是乐坛的鬼才，更是周杰伦的接班人。路人见他们的口气这么大，顿时起了好奇心，到底是什么样的鬼才，演唱过什么作品，敢称自己是下一个周杰伦？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他确实是个鬼才，音乐风格简直不是阳间的人能够欣赏得来的。到目前为止，Zenwan我依旧不明白那些极度欣赏花花的人，到底欣赏他对音乐的执着精神，还是欣赏那些通篇溢美的烂文通稿，或者 Zenwan我提到欧次的万能压稿和超级团队。总之，作品和经典是讲究认受度的，一些撕扯灵魂、穿透耳膜的鬼怪式呐喊，说小众也是多余。虽然他没创造出什么好的作品，但他创造了一个孩子。2021年，网上突然爆出他和张碧晨有一个孩子，震惊了整个娱乐圈。别人塌房是因为恋情，他直接有了孩子，出道多年无人知，一朝有子天下闻，简直是离了个大谱。此外，
ZEN1我同样提到批次的二代陈飞宇也是一个很有野心、志大才疏的人。从他进入娱乐圈的那一天起，就朝着顶流的目标努力。原本他也是想营销自己的颜值，结果网友们根本不吃他这一款，比他好看的比比皆是。后来他又在影视剧上下功夫，从蜜果到江夜，原著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他想踩着巨人的肩膀飞升，然而演技却远远不达标，动不动就是挤眉弄眼，看得观众尴尬癌都要犯了。到最后，网友们只记住了他是大导演的儿子，以及那个著名请坐梗。就在王一博被央妈央爸差不多点名批判的前后，这位二代实际上已经出尽了风头，轰轰烈烈的一把。网上爆出了他和女网红的床照，高清无遮挡，想否认都不行。既然想当顶流，就得拿出相匹配的实力，演技不好就去努力学习，而不是肆意的和网红潇洒快活。又想成名又不想努力，天底下哪有这么幸福的事情？经此一事，这位太子爷相信学到了什么宝贵的东西。毕竟自己的爸妈也不是省油的灯，能让王一博转眼挖坟，成为了众矢之的。大招必须有。不仅男明星中存在这种实力与名气不匹配的现象，女明星中也不少。曾经和陈飞宇合作的女星欧阳娜娜从小混迹在娱乐圈，一直给自己树立可爱纯情的乖乖女人设，甚至有一段时间营销每个女孩都想成为欧阳娜娜的话题。现在回想确实是离谱。在她彻底进入娱乐圈之前，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外表甜美可爱，会拉大提琴，网友们都说她在拉琴的时候闪闪发光。后来她考入了伯克利，可惜最后半途而废，进入了娱乐圈发展，坚持了那么多年的梦想成为了一个笑话。他进入娱乐圈能做什么呢？演戏。他的演技一塌糊涂，别人是五官灵动，他是五官乱动。加油陆小葵的表情包，观众至今看一次笑一次。唱歌，一些简单的小情歌还能听，难度再大的就不行了。最后他创建了一个潮牌，一件质量不过百的廉价衣服，他却卖1500的高价，这不纯割韭菜行为，潮牌也翻车了。折腾了一通，欧阳娜娜在娱乐圈什么都没留下，即便她依旧满嘴都是红光满面的爱国爱党。然而呢，明白的人最终都会明白，即使像ZEN1我这样，一开始也曾被可爱脸和大提琴给蒙蔽了，也被傻大姐的大心机和钞票脸给彻底吓到了。这或许就是假顶流的真通病。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ZEN1我一向拒绝尬吹尬黑，喜欢平和中肯。比如说有话中话实打实的真爱粉丝说，人家能歌善舞会演戏也算一技之长和不同的专业，他们更多的时间自然就用到了这些事情上，还要求人家有文化，可能就不太现实了。这说法很地气务实，也很走心贴切。这不是说文化不重要，而是说主业之外学文化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觉悟。娱乐圈很多明星都有学习文化的觉悟，比如胡歌就每天都要读书，或是像王宝强那样知道自己的不足就不断学习，也值得赞扬和鼓励。如果有一天大众都更注重文化而不是娱乐，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早就辍学进娱乐圈的情况了。毕竟社会就是这么个社会，笑贫不笑娼，人们都知道进娱乐圈米赚得多，若是有机会，多半毫不犹豫放弃学业，除非本身家里就不缺米。当然了，枪打出头鸟的古训自古以来就是情商和智商的无底深坑，鬼聪明的王一博自然也是明明白白的。所以王一博说过一句话带感不喘的名言，那就是太多人想把我绊倒，办不到钟情和专长各种语言艺术的ZEN1我感觉无论办不到还是办不到，现在的王一博都做到了。所以绝望文盲的梗说白了只是人生的一个坎一块砖，这个坎这块砖只会垫起人生的高度，您说对不？对比娱乐圈时常出没、容易分裂的假顶流，赵丽颖的演技也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感。这种错觉感，不知道您产生过没有呢？比方说，电影《宫锁沉香》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那就是以为赵丽颖是主角。对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ZEN1我而言，这种错觉很有冲突和看点，也很有意思。因为发现他演的是坏人，肯定不是主角，不仅演技好，而且扮相漂亮。角色黑化完全没靠妆容脸谱。说实话，好多人觉得他在这里面的演技比他其他很多作品都好很多。娃娃脸反派特别带感，顶着奶萌圆脸，眼神却透着阴狠。那个年纪能有这种演技实属难得了。他不光演出了坏，还演出了后宫女人那种荼蘼到落败的感觉。其实感觉赵丽颖一直演技是在线的，
至少能感觉到他对演戏、对剧本的认真。真的不觉得风吹半夏对赵丽颖来说是转型，只是不断积累的结果，量变引起质变。他把珊珊演得让人觉得他是本色出演，结果看了琉璃又觉得他也是本色出演。看多了不同款的赵氏表情包，善良的人们很容易被赵丽颖搞精分了，因为她有着一个有哭有笑、发癫对脸的108套镜头感，或者说错觉感。这种错觉感打造了一个可盐可甜、能伸能屈、可胖可丑、目标明确、不停尝试、永远向上的赵丽颖。这样的顶流，这样的赵丽颖，您爱吗？